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男人有此克妻相，千万不能嫁。很多人都知道克夫的女人不能娶，但很少会有人说克妻的男人不能嫁，且很多都还不知道还有克妻的男人之说。大部分人都觉得只有克夫没有克妻，其实有克夫就必有克妻，且性质都是一样的。当然，很多人觉得克夫就是把丈夫克死，那么克妻也就是同样把妻子克死。其实并不是，克夫克妻并不是说把对方克死，而是有的只会克妻子的财运、事业运、健康等等，但是还是不能嫁给一个克妻的男人。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发现这个男人是不是克妻之人呢？今天小酱汁就给大家讲讲，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一定要避开。一、脸上有这8种特征克妻。一、山根折断。在面相学中，人的山根部位代表的是夫妻情分。如果男人山根折断，或者说山根上面有乱纹出现，那么夫妻之间的感情肯定不是很好。这类男人在婚姻中可能会为了小三儿和妻子产生激烈的言语纠纷与肢体冲突，会给原配的身体上和心理上带来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这类男人心存歹念，可能会为了巨额的保险金做出杀妻骗保的事情，极为可怕，将严重威胁到妻子的生命和健康。另外，山根折断的男性身上煞气还特别重，很容易克死自己的妻子。所以广大女性朋友在寻找恋爱对象或是结婚伴侣的时候，务必要避开山根折断的男人，否则后果将极为可怕。二、山根有横纹。俗话说得好，一纹为一婚，主损一妻；三皱为三婚，主损三妻。山根有横纹就是非常典型的克妻面相，婚后必然会给妻子带来很多倒霉的事情。婚后妻子的身体状况会变得很差，会遭受各种疾病的侵袭，甚至需要长期住院调养，体质很差，抵抗力和免疫力也特别的弱，所以身体上和精神上肯定都需要承受特别多的痛苦。而且这类女性往往不会长寿，到最后要么被疾病折磨致死，要么就是遭遇严重的流血事故而亡。三、夫妻宫深陷。面相上的夫妻宫位于眼尾的两侧，男人此处凹陷者，在婚姻中无法从一而终，会给妻子带来严重的打击和伤害。这类人有些花心，喜新厌旧，很难长时间喜欢一个人。在新婚期，夫妻俩自然可以甜蜜幸福，但时间一长，男方必定会有出轨的念头。他们会在背地里与多名女性保持暧昧不清的关系，婚姻中将充斥着非常多的争吵。他们的妻子在精神上和心理上会承受巨大的折磨与打击，到最后很有可能会出现各种疾病，很难善终。所以女性在寻求结婚伴侣时，看到夫妻宫深陷的男性，要懂得及时远离。四、鱼尾纹杂乱。拥有这类面相的男人心机很重，而且极为滑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会将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甚至会做出伤害家人的事情。他们在婚后很少照顾家里面的事情，不管是对妻子还是对孩子，基本上都是不闻不问。如果在职场中或者是其他社交场合接触到了比较厉害的女性，那么他们肯定会毫不犹豫踹掉自己的糟糠之妻。女性朋友们，如果想要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那么遇到这类面相的男人，千万不要存有留恋之情。五、面大而鼻小。俗话说得好，面大鼻细，终身艰辛。拥有这类面相的男人尖酸刻薄，不但自己日子过得很辛苦，和他们结婚的妻子也会备受折磨。婚后家里的物质状况很差，经常会遇到没钱花的情况，
而且夫妻俩还经常的争吵，严重的话还会大打出手，妻子身心都会遭受重创。这类男人没有同情心和慈悲心，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将自己放在首位，而且他们也完全不懂如何体贴和疼爱妻子。女性在寻求恋爱对象或者是结婚伴侣的时候，要及时避开面大而鼻小的男人，否则婚姻生活中必将吃尽苦头，到最后可能连小命都要搭进去。6. 颧骨高耸尖锐。面部上能够展现出一个人性格特点的特征有很多，其中颧骨是最具有代表性的那一个。一般来说，如果颧骨高耸的话，说明男性的性格会比较的刻薄、尖锐，缺乏温柔以及广阔的胸怀。相学中将锐利的颧骨视为是小人之相。当男人的颧骨看起来过于高耸、尖锐的话，说明他们无法在恋爱当中包容自己的爱人，即使在结婚之后，也往往会表现出苛刻恶劣的一面，无法承担作为丈夫的责任。7. 头发与眉毛枯黄杂乱。虽说头发和眉毛这些面部上的毛发并不能够直观地展现出一个人的运势好坏，但如果男性的头发、眉毛的发质糟糕且过于杂乱无章的话，说明其人没有好的身体，而且性格也比较的散漫，工作缺乏条理，是一个缺少原则的人。这类人是很难在结婚之后给爱人带来幸福的，他们不仅会因为身体原因拖累爱人，也无法为家庭带来好的财富收入，所以说也是相学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男性克夫面相。值得一提的是，平时不爱打理头发、不注意形象的男士绝对不是一个绅士。8. 眼睛突出，眼白有血丝。拥有这类面相的男人性格极为偏激，喜怒无常，而且对妻子经常打骂。他们在精神上存在一些问题，还会将自己的负面情绪全部传达给妻子。广大女性如果嫁给这样的男人，就等于是跳进了火坑，婚后精神压力很大，每天担惊受怕，害怕被丈夫责骂，担心孩子没钱上学等等。而且他们的综合运势也会被拉低，会遇到很多意料之外的倒霉的事儿，比如说走路上遇到劫匪，过马路被车撞死等等。2. 脸上有着6颗痣可期。1. 颧骨附近有痣。颧骨主权，是权力的象征，男人如果颧骨比较高的话，则控制欲和占有欲一般也都会特别的强。如果颧骨附近有痣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的孤傲，也比较的霸道，所以这种人大多做事喜欢独来独往，不喜欢也不适合与别人合伙做事业，即使是对妻子也是同样，喜欢霸道的强行插手和敢于对方的事业和生活，最招小人，命中克妻比较严重，同时还克妻子的事业，克妻财运。2. 嘴角上方有痣。嘴角上方有痣的人惰性一般比较大，大多沦为好吃懒做之流。这种男人一般胸无大志，做事也不喜欢动脑筋，整天想着一些投机倒把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生命就像一场赌博，所以这种人的赌性都比较的大，为人比较的贪心，容易养成好赌成性的坏毛病，导致钱不留存，容易散财。跟着这样的男人只有受苦受累的命。3. 睛明穴位置有痣。睛明穴位于眼角稍上方的凹陷处，睛明穴连接人体膀胱经，睛明在相学中为人名门之所在。如果睛明穴位置有痣的话，这种人大多不适合投资，自己的思维容易受到其他人和环境的影响，导致在理财方面比较冲动，容易产生误判，致使钱财外流，让一家人跟着受苦。4. 面部有三角痣。三角痣是指在面部某个部位临近地方有3颗痣，大小均算，而这3颗痣又呈三角形之势分布。这种男人大多性格比较的怪癖，生性比较的多疑，
性格多变，让人摸不透，有种无法靠近的感觉。这种人性格也比较的暴躁，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容易有精神分裂的倾向，克妻严重。5. 眼眉和眼尾有痣。眉眼之间的外侧为太阳穴位置，相学中又称为夫妻宫。如果眉眼外侧有痣的话，就会形成质压夫妻宫的情况产生。夫妻宫顾名思义，主一个人的婚姻和感情运势。如果眉眼之外有痣的话，这种男人大多财运不好，会限制妻子的事业，婚姻容易出现第三者，导致婚姻不稳定，离婚几率会比较高。6. 右眼角下方有痣。眼睛下方为泪堂，又称子女宫。如果右眼下方有痣的话，这种男人大多会妨碍子女运势，易对父母不孝，为人脾气比较的急躁，对待妻子和父母缺乏耐心，体内暗含着暴力因子。这种男人最克妻克子，还有家庭暴力的倾向，一定要远离。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这关乎着我们的未来生活，所以女人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千万不能选择有克妻相的男人。好了，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女人这个部位越大越富贵。正所谓车载斗量，在人的面相中，留得住钱财的面相必有一个大如斗的部位，形容这个部位天生饱满，蕴藏财气。在如今的时代，女性皆以瘦为美，变着法的减肥，殊不知这是在消耗自身的福气。从相学的角度来看，不是女人越瘦越好，而是女人这几个部位越丰满越好，说明一生好命，不愁生活。具体是哪些部位呢？小酱汁给大家具体讲解说明。1. 嘴唇丰满有肉。嘴唇丰厚的女人一生最有福气，不管是从小到大，在家中是父母的贴心福星，在结婚之后还是丈夫的旺财福星，属于家中最有福气的女人。她们旺财能力非常强，能够守住财富，一生积累非常多，所以娶了这种女人呢，一定不会后悔。她们财富积累非常多，福气深厚。另外，女人的福气深厚，才能聚财，才能家运昌盛，财富积累最多。2. 臀部丰满有肉。臀部在相学中为人的靠山，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和守财力。相书中有云，肥不可无臀。如果一个人的体型偏胖，但臀部长得却不扎实的话，这种人大多一生清贫，晚年无依无靠。所以在相书中也有这样形容他们：秸秆臀部大长腿，不受穷也是短命鬼。这种人大多一生奔波辛苦，但却没什么收获。若是臀部长得较为扎实的话，这种女人一般性格乐观，做事儿也比较扎实，凡事都是以家庭为重，婚后能够相夫教子，属于典型的旺夫相。3. 脚长大。脚长大如斗，踏遍天下皆是财。脚长大而宽的人，一般走路有风，踏地有声，这辈子风风火火，能闯出一番事业。对于女人而言，脚长大如斗，一辈子的财运不会差。她们天生性格大气，却粗中有细，腹中有锦绣，从小就将成为父母的财星，嫁人后也能成为丈夫的救星。家庭财运能在他们的一手操持之下蒸蒸日上，早晚能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4. 额头大。额宽4指，极光巨顶。额头是人的面堂，更是人生命里的堂口。女人额头大而高，主一生能掌权，事业场上能做官，家庭之中能御夫有道，人生可谓是双赢，既有钱财，又有圆满和谐的家庭。额头宽的女人在外伶俐精干，在内
却能悉心持家，本命能招财，因此一生注定得幸福。衣食无忧过100年。5. 耳朵大。耳朵大的女人是个敏锐之人，耳听四方，能够在第一时间感应第一信息，而这对于理财或是新闻记者等娱乐人来说，这是第一手资料，具有极大的爆炸性作用。因此耳朵大的人的事业能够顺风顺水，耳垂又厚又大的人则长命百岁，福气多多。6. 大腿丰满有肉。大家都知道，科学认为大腿粗的女人一般寿命都比较长，如果太细，此人很有可能就是劳碌命，一生到处奔波。相反，如果是粗腿，可能在家庭之中比较稳定，幸福如意，富贵多金。他们这种人事业运势比较强，贵人相助，一生能够实现自己的事业梦想，过的是红红火火的好日子，尤其是在结婚后，更是能够旺夫旺子旺全家，属于天生有福气之人。7. 鼻头丰满有肉。鼻子在相学中称为财帛宫，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对女人来说也称福星，代表着她们的夫运。如果女人的鼻梁挺拔有肉，正直不歪，鼻头饱满的话，这种女人内心比较正直和善良，而且很有自信和主见，很有自己的想法，个人事业发展较好，也能在事业上给予丈夫很多帮助，能够嫁一个有能力又有经济实力的丈夫，旺夫生财，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和成就。8. 下巴丰满有肉。下巴在相学中也称地库，代表着一个人的领导力、蓄财力和为人处事的态度。如果女人的下巴长得饱满有肉，且略微上翘的话，这种人福气非常的厚重，性格温和大方，做事认真负责，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人缘非常的好，能够把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丈夫毫无后顾之忧，属于典型的贤内助类型。对父母长辈比较孝顺，对丈夫和子女照顾有加，有着很强的家庭责任感，总是把家庭和丈夫子女放在第一位，婚后生活一直处于一种上升的状态。9. 卧蚕丰满有肉。卧蚕部位在相学中位于眼睛的下方，在相学中也称为三阴三阳。相书中有云：眼下卧蚕纹，当生贵子孙。如果女人的卧蚕部位长得厚实而饱满的话，代表着福厚和子女运势，这种女人一般身体健康，状况良好，而且性格非常的温和大方，待人接物方面真诚懂礼数，非常的好相处。不仅性格优良，个人能力也比较突出，子女运非常的好，能够把子女教育得非常好，子女长大后很有出息和作为，晚年能享子女福。10. 两颊丰满有肉。脸颊丰满有肉的女人，外表柔美，性格温顺，善解人意，深得上天眷顾，一生运势旺盛，福泽深厚。再加上她们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能够旺夫旺家，对另一半的事业大有帮助，能使她们财运亨通，能嫁给一个好老公，家庭幸福美满，家产丰厚。11. 背部丰满有肉。胸前有肉的女人看起来非常性感，魅力十足，而背部有肉的女人天生忠诚，勤奋努力，脚踏实地，重视家庭，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对另一半照顾有加，还能给他们带来好运，福及子孙，尤其是能为家中添财进宝，他们深受公婆喜爱，美名远扬，能够富贵一生。12. 手上丰满有肉。女人的手胖乎乎的，福运凸显，是享福的运势，说明不用自食其力，不用自己动手，照样吃穿不愁，相当幸运。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财运都不错，比较容易大富大贵，
娶了她的男人生活有滋有味。13. 腹部丰满有肉。女人小腹有肉则十分有福，有肉不是圆滚，只是微微隆起，这才是有福之象，是聚财的，可以聚全家之财，带动全家的整体运势。一人福则全家福，理财有道，钱财不会漏掉，娶了她的男人家业长盛不衰。14. 伏羲骨丰满。所谓伏羲又称羲骨，如果有额骨略微凸起便是羲骨了。有羲骨凸起的女子往往出身在家境不错的家庭中，自幼受到如众星捧月般的爱护，生活十分安逸快乐，并且容易受到家庭的财力协助，而在自己的事业中大展宏图，取得一番成就。如果一个女人的这几个部位都特别丰满的话，那么这个女人自然能够在很多方面都取得比其他人更加顺利的运势。快结合上述内容看看你中了几个吧，中的越多越准确哦。好了，3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下巴不同命不同，看看你是哪种命。自古以来，下巴在面相里就有很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对男人还是女人来说，下巴为面相12宫中的奴仆宫，代表着一个人的福缘和老人运。那么什么样的下巴象征一个人命运好呢？什么样的下巴又象征命运多舛呢？今天小酱汁就来和大家说说。5种苦命下巴。尖下巴。从面相学的角度来分析，尖下巴的人大多非常有想法，这种人特别的爱思考，喜欢追求思想和精神方面的满足，凡事喜欢寻根问底，但又却非常的自我，想法有时候也非常的不切实际，做事不够踏实，有些好高骛远，对家庭缺乏责任感，不喜欢受到束缚和约束，凡事我行我素，不太懂得照顾家庭和家中人的感受，不宜过早结婚。2. 蟹下巴。所谓的蟹下巴在相学中也称为缩下巴，也就是下巴往后缩的意思。长有这种下巴形状是一种比较糟糕的状况。一般来说，长有蟹下巴的人大多性格方面比较的冲动，做事缺乏主见和想法，考虑问题比较的狭隘和极端，整天喜欢胡思乱想，思想方面容易出问题，个人能力不足，因此晚年运势往往不太好。3. 方下巴。所谓的方下巴指的是下巴部位长得比较方阔，一般来说，长有此种下巴的人大多体型方面也比较的健壮一些，也会有例外。腮骨方阔的话，这种人一般性格和脾气方面一般比较的固执和倔强，但是做事却非常的踏实，有着很强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意志力比较坚韧，有着很强的适应能力和生存能力，对事业对家庭都非常的有责任感，事业上容易取得不错的成就和发展，不过平时略显严肃，生活情趣方面略显不足。4. 短下巴。短下巴很好理解，就是下巴长度长得比较短，看上去就像没有下巴一样。这种人大多性格都比较的内敛，平时不太喜欢表达和沟通，但是这种人却非常的重情义，不过处事方面有时候喜欢率性而为，缺乏合理的规划和思考，忍耐力不足，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喜欢放弃，为人处事方面也非常的直接，不够圆滑和灵活，做事非常的极端，晚年容易孤苦无依。5. 歪下巴。若是一个人的下巴长得歪斜不正，从而导致整个下庭不正，则往往这样的人做事武断，不喜欢听从别人的劝告，从而导致他们会走不少的弯路。所以一般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人到了晚年的时候，手里也没有多少钱，心性不好，总是喜欢走一些歪门邪道，完全就没有正形，估计还会处处遭到自己家人的嫌弃，
婚后的日子自然也过不好。2、4种富贵下巴。1、圆下巴。如果一个人的下巴圆润有肉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方面非常的温和，待人也特别的真诚和善，很有爱心，喜欢帮助别人，特别的容易相处，所以身边的朋友非常多。遇到困难时，身边常有贵人相助，帮助其度过难关。事业和生活方面都比较的顺利，而且这种人特别的体贴，会照顾人。女人下巴圆润的话，能够旺夫生财；男人下巴圆润的话，则做事稳健，善于储蓄，属于富贵相中一个非常难得的重要特征。2、长下巴。如果一个人的下巴长得较长的话，这种人大多内心非常的正直，对人对己要求都非常严格，意志力较为强大，只要决定的事情就会努力坚持把它做完，不喜欢中途放弃，而且特别的重情重义，懂得为他人着想，有着很强的家庭责任感，属于难得的好伴侣。女人下巴长得一般比较的热心肠，属于外刚内柔的性格，人缘非常的好。男人下巴长则意志坚韧，上进心强，个人能力也比较突出，往往能成大器。3、兜下巴。所谓兜下巴，指的是下巴长得圆润厚实，而且向前方微微翘起。长有这种下巴的人，一般行动力非常的强，敢想敢干，做事不喜欢拖泥带水，而且性格特别的和善，富有仁爱之心，非常容易相处，朋友比较多，常有贵人出手相助，做起事儿来也是有始有终，往往能够取得成功。而且这种人待人非常热心，做事非常踏实和用心，往往能担大任，晚年子女贤孝，生活幸福。4、双下巴。在相学当中，若是一个人的下巴长得圆润有肉，尤其是有双下巴的人，往往自身聚财存钱能力会非常的强，心胸宽广，有主见，个人能力强，早晚都会取得成功。而且拥有双下巴的人，他们自身的心胸宽广，有责任感，无论是处于什么样的地位，都会取得极大的成功。在事业上的能力出众，自然也不会缺钱花，后半生福气绵绵，有赚大钱的能力。不同的下巴有着不同的命运。除此之外，有的人下巴上也会长有痣，这也会给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影响。那么下巴上的痣有着什么含义呢？接着往下看。1、下巴左边有痣。下巴左边有痣代表着富贵荣华，因为左下巴主财富，这个地方长痣，那么就表示了财富多数则伴随终身。不过这里所指的财富多以不动产，比如说房产等为主，所以比较适合投资或者祖上留有遗产。2、下巴右边有痣。下巴右边有痣代表着权力地位，因为下巴右边和权势有关，这个地方长痣表示这个人在事业上可能会发展为领导之位。3、下巴正中有痣。下巴正中且靠近嘴唇的地方有痣，代表着这个人的钱财方面可能出现问题，需要小心谨慎。靠近下巴底边的话，那么就表示这个人可能比较好色。4、承浆处有痣。承浆是指下唇中间凹入的地方，处于下巴与唇之间的位置。古代人一直认为，人若行至承浆之运，宜属晚年。若此处饱满有肉，红润或者透白光泽，无文青质魄，代表衣食丰足，可享晚福，即黑青之色。如青年人在此部位呈现黑气，容易在水上活动时碰到意外，需多加提防。此外，古人认为承浆未凹代表酒量好，平满代表多饮多醉。假如承浆被文青质魄，代表其人饮食容易出现问题，例如肠胃敏感、食物中毒。同时，假如此处长痣的话，代表人时常改变居处，也表示其人能喝酒，如是恶痣，小心醉酒与水恶。女人有恶痣，要提防夫妻感情不顺。5、宋堂处有痣。
处于长江之下，地阁之上的位置，舌尖抵得之处乃是宋堂。人生70古来稀，运至宋堂，气色一见白润或者透红为吉兆。如出现大红丝的乱纹，则会孤独终老；有黑痣，则会移居外地，离乡背井。宋堂既见消陷枯黑，若须枯没落，神志身轻，生杀破气，便难行晚运，将尽寿终。6. 地阁处有痣。地阁处位于宋堂之下，亦即下巴的末端，为人生的最后一个大关。地阁一定要饱满有肉，方能行晚年运，得儿孙绕膝承欢，福乐满堂。行以元厚为佳，主见富。如下巴呈方形，乃老来劳碌之象，未可安享清福。地阁既凹陷、歪斜或者尖削，因下巴尖削，乃福薄、孤独终老之象。若地阁处长痣，则不利感情运，亦有外来诱惑。若是恶痣，晚运不佳，生活运、家庭运、物质运、财运都不安定，也要注意防患水灾及酒毒之伤害。7. 腮骨处有痣。腮骨是下巴的外沿，如果腮骨有痣，代表着坚持力差，朋友有难就会溜之大吉。左腮骨有痣，对新朋友不忠；右边腮骨有痣，对老朋友不忠。8. 地库处有痣，包括左右2个地库。如果这2个地方有痣，主富，代表一个人有钱富有，且多实业、物业、产业，一生能有很多的财产。下巴不同命不同，一个人的下巴蕴含其自身的命运。如果你的命运不是太好，那么就需要在后天更加努力，否则生活必将不如意。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